监狱里，男人将一包老鼠药揣进兜里，然后将药撒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。很快，一只可爱的小米奇出现了。看到这种从未见过的美食，他没有急着大快朵颐，而是警觉地嗅了嗅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从背后发起突袭。麦克要利用这只小东西救下即将被执行电刑的哥哥。他带着小老鼠穿过熟悉的管道，来到行刑房的供电室，然后将老鼠塞进电箱，造成电线短路。可不要小看这个小把戏。监狱里的老油条曾告诉麦克，死刑可是非常讲究法律流程的，如果行刑前任何环节出现问题，就会重新走流程，这样死刑执行时间将至少延后3周。但监狱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两人的谈话被一个小毛贼无意中听到，小毛贼转头便偷偷找到警长贝里克，并以自己探听到的绝密消息要求警长给他买双新鞋。但没想到贝里克是只铁公鸡。小毛贼瞬间懵了，贝里克跟犯人打了几10年交道，玩心眼，小毛贼根本不是对手。他不仅没答应对方的要求，还威胁去支付100刀的汉堡钱。见贝里克态度嚣张蛮横，小毛贼很快怂了，随即将自己听到的消息全盘交代。Said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chair, his brother gets 3 more weeks to live. We're square. Get out of here. 得到这个消息的贝里克杀到刑房，让同事立即测试一下电椅。同事说早上刚测过了，一切正常。但贝里克态度强硬，要求其必须再测试一次。同事虽一脸的不耐烦，可还是重新测试了一遍。这一试果然有问题。It ain't working. Son of a bitch. I don't know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. 随后一行人立即来到供电室，贝里克果断打开电箱，看到了那只可怜的老鼠。没有多余的废话，他叫来电工将老鼠清理掉，并命令其立即修好线路。他就是要麦克亲眼看着哥哥死得顺顺利利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电工说维修竟然也得写申请表并通过审核。可贝里克一刻也不想等，他威胁电工必须马上修好。在看到电椅恢复正常后，他还亲自跑来通知麦克，你哥哥林肯的死刑将在今晚12点准时开始。这句话瞬间让麦克如坠冰窟。You knew it was scheduled today. 很快到了行刑时间，在执行电刑前，犯人会被剃光头发，更好的让海绵与头部接触，确保电流可以直接贯穿天灵盖。接着将脸上的皮带收紧固定好，最后把电线连接到头盔上，并拧紧头盔上的螺丝。随着12点的临近，典狱长朝贝里克点头示意，贝里克熟练的拉下窗帘。关刑室里的麦克一脸的绝望，没想到他计划了一切，到头来还是要看着哥哥死在自己的面前。可就在这时，林肯突然眼前一亮，他发现关刑室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神秘而又熟悉的面孔。他试图提醒弟弟转过头去，但可惜麦克并没有领会他的意思。随后他被戴上黑色面罩，残酷的电刑即将开始。可突然行刑室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接着关刑室的黑幕再次落下。 What the hell's going on in there? 麦克无比忐忑的等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再次见到了几乎被吓傻的林肯。原来刚刚大法官打了电话，林肯的案件有了新证据，死刑暂时延期2周。随后回过神来的林肯告诉麦克，他在关刑室看到了兄弟俩消失了30年的父亲。It was Dad.